講真，大疆似乎也意識到了穩定器這個品類之前那麼高的迭代速度之下，能給用戶帶來的新鮮感在逐步降低，所以你會發現他們似乎有意識地放慢了更新頻率。到了2026年，他們才只發布了一款 RS5 的基礎版。這個 RS5 Pro 他们這次還沒有確定什麼時候會發布，所以我們先來聊一聊這個基礎版的 RS5。我們今天用下來，發現它有3個明顯提升的地方：智能追蹤模塊、微調旋鈕，還有一個電控的提壺。你會發現它今年的提升的方向更多就是往智能性還有應用性上面去靠。所以與其說長篇大論的來講，不如我們就專注和你聊聊加上了這個眼睛還有手臂這個變聰明了的穩定器，到底有必要買嗎？穩定器我覺得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害怕泄密的設備了。你說我拿這個上街，誰會認出來這是一個新款？那和上一代相比 ，RS5 的外觀最大的不同就是這次的軸臂和板扣變成了黑色，也換上了更加顯著的標識，會給你一種更加沉穩的感覺。就是字面意思，它變得更加沉穩了。它的自重現在到了1.46公斤。那假如你沒有概念的話，我可以給你看一下對比，它的自重基本上就是每年都會上升那麼一些。現在其實 RS5 的重量和 RS4 Pro 已經很接近了。那它變重換來了什麼東西呢？江湖上其實一直有傳聞 RS5 可能會有自動調頻的功能，就是3個電機自動幫你把穩定器給調好。但是區區100克的增重肯定負擔不起3個電機的重量，所以這次大疆提供的方案是3個軸上都加上了微調的旋鈕。那我解決這個痛點還是挺精確的。之前的穩定器調頻麻煩的根源在於摩擦力，用過的人都知道我在講什麼。尤其是你上了很沉的設備之後，你會很難去移動相機的位置，只要一動就啪往下掉一大截。但是微調的旋鈕吧，這次我們用下來它還真的不是噱頭。無論你的設備有多重，你只需要輕微的扭動旋鈕，就能很精準的移動位置，而且不會被卡住。我們也做了一個直觀的掐表對比，能明顯的看出來這 RS5 的配頻速度，那確實會比以前要快很多。所以講到這，其實本質上穩定方面的功能我們已經基本上講完了，這基本上就是你拿到它之後能給你帶來一些不一樣的點了。但是如果說你沒有試過這個玩意兒，你第一次用它的話，我覺得這東西應該能給你一些驚喜。假如你用過 RS4 mini 上面這個追蹤模塊的話，你對這玩意應該不會陌生，相當於給穩定器增加了一個眼睛，所以現在它能夠自動識別和追蹤任何物體了。你只需要把它給吸上去，在穩定器的屏幕裡面向右滑動，就能看到一個實時的畫面，然後在屏幕上面畫一個框，穩定器就能開啟追蹤。那針對一些比較顯著的對象，比如說人或者動物，它會直接跳出來一個框，就可以按下扳機實現跟隨的效果。那它的識別的精準度和距離，我真的覺得還挺超乎預期的。你看這種比較雜亂的環境裡面，它能識別出一個很小的物體，你大範圍的運鏡，它也一直能夠跟得上，而且不會卡頓。那如果追蹤人的話，這個框能夠牢牢鎖住人臉，不管你是側臉還是後腦勺，它也不會跟丟。甚至多人場景之下，你還可以通過波輪來選擇對應的人物，這個功能我覺得非常實用。那它識別距離我們也測了，其實非常的遠，但是最優的效果的話，可能最大距離是10到15米左右，已經非常夠用了。所以基本上現在你拍攝的時候，這玩意真能改變一些你的習慣，就是你只要確保你的運行路徑是穩定的，就能像這樣比較輕鬆的實現一些過去非常難做到的複雜運鏡。那講了這麼多優點 ，RS5 的缺點有沒有？那當然還是會有的。我覺得它目前這個識別模塊有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它是一個超廣角的視角，而且和相機的光軸是有偏差的。那說人話的話，就是如果說它看到的東西和相機拍到的畫面是不一樣的，那它就會出現跟隨的失誤，尤其是相機鏡頭的焦段超過35毫米之後變得非常特寫，這個偏差就會變得越來越明顯。那比如說我想讓相機畫面中的物體保持在畫面中心，那運鏡的時候穩定器這個小屏幕
幕裡面，你看它確實在畫面中心，但是相機拍到的構圖已經歪了很多很多了。那雖然它提供了一個視野矯正的功能，但是只能左右去移動，沒法上下去調整。所以我能想到的最快的解決方法，就是給這個模塊做一個變焦的功能，哪怕是數字變焦，只要能夠和相機鏡頭拍的畫面對齊，那這個視角偏差應該會要好很多。那第二個稍微有點膈應的就是 FPV 模式之下，這個模塊是沒法進行跟蹤的。就算你耍一點小聰明，選擇別的模式，但是開啟追蹤之後，它的 roll 軸也是動不了的。這個我們推測應該是它必須要求橫屏豎直才能夠識別，反正限制了一些你旋轉運鏡的發揮，會稍微有點可惜。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電控提弧手柄啊，你乍一看它就真的是把這裡的這個按鍵給全部複製粘貼到了另外一個手柄上面，但是我覺得它是對於拍攝實際上幫助比較大的一個升級，就它通過觸點連接，並且提供了供電，只不過你需要注意的一下就是它的觸點數量和 RS4 系列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它裝在之前的穩定器上它是沒有控制功能的，就是一個普通的提弧。那這個電控提弧最大的優點就是在低機位拍攝的時候，你可以像這樣單手提着，還能去操控搖桿來實現一些對應的運鏡，比之前那樣彎着腰用2隻手去操控要穩定很多很多。那除了上面講的這些硬件方面的提升， RS5 今年還做了一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的一個小的功能，就是這個 Z 軸穩定提示。那說白了就是你能看到垂直方向上你走動的時候位置上的偏移，但是這個我覺得用下來更多是噱頭大於實際用處的一個功能，因為它本質上沒有解決 Z 軸晃動的問題，只是告訴你有沒有在晃，幫助你自己稍微注意一點。而且在實際拍攝的時候，你的注意力幾乎是不可能在這個穩定器的小屏幕上的，大概率在相機的監視器上，所以它會分散掉你一點注意力。我覺得更多是一個幫助你練習走路的時候，就練習穩定器步伐的時候有點用的功能，別的時候你可以把它關掉。我覺得這個會佔用屏幕的位置，更改設置的時候也會不太方便。續航表現，我想你也很關心。這次標配的電池終於不是我們熟知的 BG21和 BG30 電池了，而是一塊全新的2150毫安時的電池。那沒記錯的話，目前這種長度的電池裡面，它應該是容量最大的。那綜合續航表現大概是這樣，基本上排排停停維持1天是沒有問題的。它的充電速度從零充滿大概在1個小時左右，比之前也要快了不少。但是前提是需要支持65瓦 PD 協議的充電頭。那它的價格是我們要聊的最後一點是這樣的，你覺得怎麼樣？你會想買這個標準版的 RS5 嗎？反正綜合看下來，我的定義就是 RS5 它就是一個純賺錢的工具，就是純賺錢，就是更方便拍攝，更提升出片率，更確保你能穩定的賺錢的一個設備。這是大疆對它的定義，就它只做好穩定這一件事情，別的什麼複雜操作、團隊拍攝，Pro 版本會更適合你。但就像我們開頭說的，穩定器想要有一個革命性的飛躍，我覺得真的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所以 RS5 Pro 既然沒有立刻發布，肯定是和這一代有很大的區別的。這我還挺期待的，它會變成什麼樣的？所以歡迎在評論區友好的交流一下，我們來期待一下大疆重新定義的 RS5 Pro 系列會是什麼樣子的。所以這就是本期大疆 RS5 穩定器上手體驗，確實就這麼短，因為就只有這些功能。如果你喜歡本期節目的話，也請我們給點小心心，記得關注我們，對我們很大的幫助。那麼我們下次再見。